说实话，力积电这次喊出的转型，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为了解决成熟制程过剩，随便包装出来的行销话术？大家都盯着它过去下市重组的历史包袱，觉得这不就是个口号吗？先别急着下定论。如果你直接摊开2026年第二季的营收结构，你会发现这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一场从底层技术彻底翻转的真实蜕变。毕竟市场对力积电的刻板印象太深了，现在成熟制程又是挤到流血的红海，就场无尘室空间也面临瓶颈，转型哪有这么容易？但你看最新的法说会数据，力积电已经在敲破成熟制程的外壳了，他们正一步步蜕变成真正的一直整合制造厂。我们直接切入最核心的数字见证章。眼前这是一个全新的3位议题布局，你看，记忆体代工占比直接跨越半数，来到52%，逻辑代工则是降到38%，确实执行了汰弱留强。最关键的是，作为一直整合引擎的 3D AI Foundry 占比从首季的3.2%直接拉高到5.4%，爬坡速度超快。等等，记忆体占比超过一半，这风险很高吧？难道不怕大宗商品景气一个反转，业绩又被打回原形？如果是普通的 DRAM， 当然怕啊。但力积电现在可是拿下了 1GB 以下特殊型力积记忆体全球71%的绝对市占率，这是垄断级的定价权呢。而且跟美光合作的10P 先进制程一旦上线，单片晶圆产值直接暴增2.5倍。可是话说回来，美光10P 新机台最快也要2027年才到位，2028年能量产就不错了。这长达2年的空窗期，你要怎么填补？这压力全落在逻辑代工身上了。逻辑代工这边其实早就准备好了，你看 AI 伺服器最需要的电源管理晶片 PMIC， 表面上占比好像从18%掉到15%，但这其实只是分母效应，单纯是因为 DRAM 价格暴涨让总营收变大了。实际上 PMIC 的出货量跟绝对金额都在喷发，他们早就停接那些低毛利的传统 DDI 跟 CIS 晶片，产能全数转去 AI 伺服器 PMIC 和8寸 MOSFET 功率元件了。现在全线满载，7月份还出现10%到15%的结构性调整，第三季的投片比直接飙到惊人的1.4倍，超猛的。不过，真正能引爆未来的核弹，其实是那看似不起眼的5.4% 3D AI Foundry， 靠着8层挖晶圆堆叠技术，良率已经突破90%了。你知道这功耗只有 HBM 记忆体的1/10吗？更扯的是，12寸 C 电容已经拿到 CPU 大厂的认证了 ，C 中介层更是全面承接台积电 CoWoS 产能满载外溢出来的订单。平凡的记忆体加上逻辑 IC， 直接造就世界最强的 3D 先进封装替代方案。技术说的再漂亮，最后还是得看财报数字，这点确实让人跌破眼镜。第二季单期毛利率从第一季的10%直接跳升到28%，这可是创下逾3年半新高，盈利率也有21%，再加上上半年税后盈余高达32.91亿元 ，EPS 缴出4.08元的成绩单，较去年同期由亏转盈，这获利含金量算是用真金白银证明了转型的速度。而且他们现在口袋超深，透过 GDR 海外募资，加上精准处分铜锣批入产给美光，力积电现在手握高达650亿台币的历史最高净现金部位。在面对产能阵痛期，还要砸钱拼研发的时候，这650亿就是最坚实的永续财务防护网啊！说到现金流，绝对不能漏看印度塔塔岸的 Fab IP 技术输出模式。这笔总额超过200亿台币的技转金，大约有70%，也就是140亿元，会集中在2027年底厂房完工后密集认列。重点是，这笔钱完全不需要负担厂房折旧，进到财报里就是极高纯度的高毛利业外纯利。没错，而且本业营运上，处分铜锣厂直接带来了庞大的折旧真空红利，再加上7月份 DRAM 投片价出现了高达45%的结构性暴涨，因为晶圆代工营收阵列会有递延效应，这波暴涨带来的营收核爆点，精准估计就会落在今年11月和12月的财报里，到时候数字绝对会很精彩。听完力积电3大事业体的质变与这张650亿现金的财务安全网，刚好前几天记忆体同业南亚科在法说会上也提到了 Wow 相关技术，这不禁让人好奇，当代工厂和 IDM 大厂同时重压同一项关键技术，背后到底预示了什么样的产业大变局？两家公司又各自藏了什么样的底牌？接下来我们就来揭开这场在台面下暗潮汹涌的 AI 记忆体战略局。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
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好，进入战略局的第一步，我们得先看懂这两大阵营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在这场晶圆堆叠大战里，力积电走的是平台整合材的收编者路线，维持纯代工模式；而南亚科呢，则是想赚产品加值材的供应者，坚持 DRAM IDM 厂的模式。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维度的竞争呐。力积电的平台战略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不去跟巨头硬碰硬拼先进制程，而是把逻辑 IC 记忆体加上自研的细电容，还有爱普的 VHM 垂直混合记忆体技术全部捏合在一起。这等于是联手台厂大联盟，提供给非一线晶片厂一个一站式又低成本的 3D AI 堆叠替代平台，直接用整合力来弭平技术差距。相比之下，南亚科的底牌是手握10奈米级，也就是 1B 半 1C 制成的记忆体颗粒，推出 Ultra Wire 直供 Edge AI 的客制化市场。但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个致命隐忧，就是缺乏逻辑产能。一旦要做 WO 晶圆堆叠，就必须高度仰赖外部的代工龙头，这中间的供应链协调成本可是会非常惊人的。但你发现了吗？不管他们选择哪种模式，两家大厂同时重压这项技术，直接印证了产业的第一个大趋势，也就是物理瓶颈。当 AI 战场从云端开始下沉到边缘端的时候，那个可怕的记忆体墙与功耗墙已经迫使先进封装技术必须放弃传统的微凸块，全面朝向极致低功耗与小型化发展了。3D VOH 早就不是选配，而是必须拿下的生存法则。第二个趋势更残酷，就是供需缺口。韩国3大巨头为了抢食云端 HBM 的大饼，产能疯狂排挤，直接导致立基型的 Specialty DRAM 与 SLC NAND 出现严重短缺。这就是为什么2026年下半价格会出现结构性暴涨的原因。而且这个无解的产能缺口预计会一路蔓延直到2027年底。而这也带出了最核心的第三个趋势——价值重估。不管是力积电改走 Fab IP 输出，还是南亚科主打颗粒增值，双双证明了一件事：台湾厂商正在集体跨越大量成熟产能杀价竞争的红海，正是迈向只要具备技术护城河，毛利率就能硬挺在40%以上的技术价值溢价新时代。虽然前景看似美好，但我们还是必须用冷静的数据进行极端的压力测试。你说，出售铜锣批发厂虽然减轻了折旧，但新竹旧厂无尘室空间受限，加上2026年资本支出微降到4.88亿美元，这难道不会压抑晶圆放量的速度吗？万一美光1批制程延迟到2028年怎么办？其实免惊啦，美光已经预付了3亿美元购置设备，这可是风险共担机制啊。就算1批真的延迟，力积电手上还有自研的 1X DRAM， 可以在2027年顺利结棒，逻辑产线也能用 PMIC 和第3代半导体干无缝回填产能，这套防御机制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不过，董事长黄崇仁在法说会上大胆承诺，2027年肯定配息，这个财务底气真的经得起考验吗？毕竟上半年能扭亏为盈，很大程度是吃到了记忆体涨价的红利。万一未来低端 AI 演算法出现突破，降低了对记忆体的依赖，又或者印度塔塔厂工程延宕，导致那70% 的技转金推迟入账，整个财务模型还撑得住吗？这就是那650亿净现金真正发挥抗压韧性的时刻了。这笔庞大的资金等于是为力积电铺出了一条长达4年以上的财务跑道，绝备够让他们从容走完 3D AI Foundry 的最后一里路。从背负下市包袱一路拼到一指整合巨头，力积电这场手握650亿现金的转型豪赌，究竟是难以撼动的金融堡垒，还是另一次科技海市蜃楼？财报数字会说话，而未来的这场 AI 代工大战，现在才正要进入最精彩的高潮。